我倾尽资源养出的老公于景川和假千金妹妹温雨晴苟且，他害我家破人亡，出车祸后又亲手拔了我的氧气管。我的魂魄飘在半空，却见死对头陆子潇撞开病房门，他红着眼跪在床边，颤抖着抚摸我冰冷的脸。翠宁，我来晚了。后来他毁了于景川的公司，逼温雨晴跳楼，自己却吞了整瓶安眠药，倒在我的墓前释然一笑。我来陪你了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到于景川向我求婚那天，我当众扔掉钻戒，转身抱住威胁我退婚的陆子潇。我嫁给你，好不好？他承诺护我一世周全，婚后1年却变了。他伪造文件，转走我所有股份，把我锁在地下室喂狗食，讨温雨晴欢心。温雨晴把我脱光送进老男人房间时，我哭着拽住他的袖子。你说过不会让我受委屈。他嫌恶地甩开我。死对头的话你也信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劝父母抛售公司保住后路后，攥着过户合同和离婚协议去公司找陆子潇。陆子潇曾说，只要我把父母留给我的别墅过户给温雨晴，他就放我家一马。今天公司有董事会，助理却堵在电梯口，难为情地告诉我，夫人，今日陆总有事不在公司。我按开免提，逼他拨通电话。过了许久，听筒才传来陆子潇的不耐声。我都说了，别拿工作烦我。助理颤抖着嗓音解释，是夫人要签别墅过户给雨晴小姐的手续。那边犹豫片刻，却很快冷笑出声，让他滚回家。回到许久未归的家后，我才发现客厅挂着的结婚照不见了。温雨晴穿着我的真丝睡衣，柔柔弱弱蜷在陆子潇怀里。听见动静，他往他臂弯缩了缩，指尖划着他的胸口，慢悠悠道，姐姐，是我痛经不舒服，才让子潇陪我。陆子潇低头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，看向我时目光骤然冰冷。跟他废话什么？陆子潇最是重视工作，此时亮起的手机屏幕全是外商的未接来电，他却耐着性子哄温雨晴。见我站在原地不动，陆子潇上前抽走我手中的文件，他随便扫了一眼，正要签字时，温雨晴忽然拽住他的衣袖撒娇道，子潇，让我替你签好不好？这可是姐姐让给我的房子，我也想有点参与感呢。陆子潇落笔的手顿了顿，把文件轻轻放在他膝盖上。我的就是你的，就算是工作的文件，你想签哪个就签哪个，我不是怕你嫌麻烦吗？笨！温雨晴在他侧脸落下一吻，就知道你最疼我。他们浓情蜜意的模样刺得我眼眶发烫。温雨晴瞥见我蹙起的眉，直起身子笑道，好啦，我现在就签。姐姐不愿意看到我还不想你破坏我们难得的2人时光呢。他签好字后，才发现纸张后还压着几页纸，是我和陆子潇的离婚协议书。陆子潇给他递温水时，见他犹豫的模样，不由问道，还没签好？温雨晴心虚地笑了笑，好像还有个附件，我也一起签了。见陆子潇无所谓的态度，我的指尖几乎嵌进掌心。陆子潇，你真的不再看看协议内容？他嗤笑一声，像听见什么笑话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一套房子而已，是你害雨晴丢了温家千金的身份，这是你欠他的。温雨晴把协议推过来时，挑衅地看着我，姐姐，我签的像不像？陆子潇搂过他的腰往沙发里带，下巴抵着他头顶。行了，别逗他。我低头惨然一笑，罢了，至少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刚拎起包，温雨晴突然叫住了我，
姐姐等等呀，把你剩下的东西收拾干净再走吗？我扫着熟悉又陌生的家，你们不是扔得很干净？温雨晴委屈地红了眼，姐姐怎么能这么说？你衣帽间还有几件旧衣服呢？我哪敢乱动？陆子潇冷眼看着我，自己心脏。雨晴可和你不一样。无奈下，我只好跟着温雨晴去了衣帽间。衣帽间被温雨晴的名牌衣服占满，而我的旧衣服像垃圾般堆在角落。温雨晴戴着陆子潇送我的珍珠项链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。真没想到，你还真敢离婚，离开陆子潇你什么都不是。他甩着一头卷发，笑得张扬。姐姐，就算你是真千金又如何？从小到大，你哪次争得过我？父母的传家宝在我手里，子潇送你的珠宝现在也是我的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温雨晴说的没错，我虽是真千金，可他毕竟是父母亲手养大，对他好极了。可就是因为父母的纵容，才被他害到险些破产，甚至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如今我只庆幸父母看清了他，我无视温雨晴的挑衅。温雨晴，我连陆子潇都能舍弃，还会在乎这些身外之物？你喜欢，拿去便是。温雨晴不屑一笑，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拿出几张照片。旧衣服的确没什么可稀罕的，但我这有些有趣的东西。他散落一地的照片上，是我与于景川纠缠的亲密照。可这一世，我分明从未与他有过瓜葛。原来温雨晴也重生了。我强撑镇定，好笑地看着他，换脸的把戏而已。你以为能骗得过陆子潇？我的好姐姐，好歹活了2世，我没那么蠢。他嗤笑着晃了晃打火机，火苗蹿起的瞬间将照片点燃，又漫不经心地抛进旧衣服堆里。他突然尖叫着踉跄后退，脸上泛起惊恐。子潇，快来救我！陆子潇撞开门的瞬间，瞳孔骤缩，下意识朝我伸手。他的指尖快要触碰到我衣袖时，温雨晴却瘫坐在地，指尖颤抖地指向满地焦黑的照片。子潇，姐姐发现我知道了他和于景川的事，想毁了证据。温竹宁，陆子潇的怒斥让我耳膜生疼。我看着他皱紧的眉，笑到流出泪。衣帽间有监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陆子潇喉结滚动，目光掠过我被火光照亮的脸，压抑着情绪别开眼。我只信雨晴，你为了钱连命都能赌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温雨晴抖得更厉害了。如果不是你及时过来，姐姐还要打我。话音未落，陆子潇的巴掌已经甩在我脸上，我踉跄着跌进身后的火海，脚踝在剧痛中发出声响，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。恍惚中看到陆子潇惊慌地向我伸手时，温雨晴却突然跪倒在地，痛苦哀嚎。子潇，我的肚子忽然好疼。我不是故意发现姐姐秘密的，我也不知道她会和于景川。你那么爱他，他怎么能背叛你？陆子潇眼底的犹豫只停留了半秒，便将温雨晴横抱而起。我浑身被灼烧到麻木，眼睁睁看着2人离去的身影，任由热浪吞没最后一丝意识。恍惚中，我竟听到陆子潇着急的声音在耳边盘旋：管家，快去救他！消毒水的刺鼻气味灌进鼻腔。我在剧痛中逐渐恢复了意识。陆子潇的声音带着怒意：植皮手术为什么要切他完好的皮肤？我只想给他教训，没想置他于死地。我心头一颤，他这是在为我说话。我强撑着睁开双眼。陆子潇见我醒了，冷着脸把账单甩我身上：雨晴那些高定的损失，你尽快赔给他。我喉间泛起苦涩，原来他生气
是为温雨晴被烧毁的奢侈品不值。若是我真葬身在火海中，他也无动于衷吧。他盯着我麻木的神情，烦躁地扯着领带。雨晴在温家寄人篱下那么多年，你让他怎么了？他的话让我险些笑了出来。寄人篱下，委屈。我哑着声音道：陆子潇，当年我被接回温家后，睡储物间的是我，被他泼热汤的是我，连考上美院的通知书被他撕碎的也是我。而这些拥有2世记忆的陆子潇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把温家公司的股份让给他，把陆夫人的头衔让给他，难道还不够吗？我盯着他紧抿的唇，字字句句道：难道你信那些照片是真的？上一世于景川害死了我，我怎么可能和他再有牵扯？他别过头，不自然地开口：但你不该对雨晴动手。够了！我打断他的话，眼泪大颗砸在床单上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你信他是你的事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他盯着我缠着纱布的腿，喉咙滚动。你从今天起安分待在医院，别给我添乱，软禁我。我扯动嘴角，牵扯到脸上的灼伤，让我疼得到抽泣。陆子潇，你凭什么？他突然轻声逼近，就凭你替温氏欠了我500万，凭你没资格说不。我被软禁在病房的第7页，窗沿传来金属撬动的轻响，我强撑着还未起身，窗户就被人从外推开。看清来人后，我捏紧被单，喉咙突然发梗。于景川，你来干什么？他额头渗着薄汗，盯着我腿上层层纱布后，瞳孔骤然收紧。跟我走。他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我已经给你爸妈买好了出国的机票，我也知道陆子潇不会轻易放过你，所以我替你联系好了假死公司，你愿意换个身份？他还未说完，我就果断点头。好。他哑然失笑，我以为你会拒绝我。我看着窗外泛白的天，人都会变，我现在只想活着。你不是总说亏欠我吗？我接受你的赎罪。见他神情松动，我冷声道：但于景川，你害死我全家的账，我永远记得。于景川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却看着表道：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他担忧地看着我的腿，你可以吗？我强撑着身子站起来，浑身的剧痛让我忍不住哆嗦，我却扯了扯嘴角。2楼跳下去摔不死，想什么呢？我会接住你的。于景川在院中张开手臂的瞬间，恍惚间与记忆深处的身影重叠。多年前，陆子潇也是这样站在我家院中，带着我偷溜出去看遍夜色与日出。那时的他捧着一颗炙热的真心，只要我开心就好。身体失重的瞬间，我眼底泛起酸涩。爱了2世，甚至甘愿为我殉情的人，为什么说变就变了？我刚站稳，就被车灯晃得睁不开眼。陆子潇推开车门冲出来，双眼死死盯着于景川护在我腰侧的手。温穗宁，他声音发颤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离开我？于景川把我护在身后，你害他还不够惨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陆子潇冷笑一声，拳头狠狠砸在于景川脸上。他拽住我的衣领，把一张报告单拍在我胸口，解释清楚：谁准你打掉我的孩子？孩子！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盯着报告单上的妊娠3周，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。我和他何时有了孩子？3个月前的记忆忽然涌入我脑海。那天我吐到脱水，温雨晴执意用陆子潇的车送我去急诊。我醒来时，小腹坠痛得像被掏空，他却无辜地看着我。医生说你是急性胃炎，给你做了小手术。我的小腹就痛，隐隐作痛，像有把钝刀在里面搅动。原来我并没有胃病，那场手术是堕胎，是温雨晴
亲手杀了我的孩子。我刚扯住他的袖口，他的手机突兀响了起来，温雨晴的哭声从听筒传来：子潇，我好难受，姐姐为什么要让管家给我下毒？他身体一僵，低头看我时眼尾泛红。温竹宁，陆子潇甩开我的手，那可是你妹妹。我没有。我猛地咳出一口血，捂着胸口大口喘气。他别开脸，声音发颤，却硬撑很厉。如果雨晴有半分差池，我要你好看。陆子潇的人强行把我架上车。夫人，你就老实和我们回老宅吧。回去后，原本钳制我的保镖在瞥见门口身影时，猛地松开了手。管家见状急步上前：老爷从国外回来了，这些日子天天念叨您呢。我心头酸涩。陆家爷爷是待我最亲的人，他重病出国治疗，我们已有3年未见。跟在管家身后时，我暗自松了口气，只要有陆爷爷在，至少我不会再被软禁，总能寻到脱身的时机。踏入玄关的刹那，陆爷爷的目光陡然凝在我渗血的裤腿上。遂宁，你……我侧头，惊觉温雨晴也在家中。她不是中了毒在医院抢救吗？可我来不及细想，就被陆爷爷扶着坐到沙发上，对上他殷切的目光。我垂眸盯着地面，是我不小心摔的。陆爷爷挥退所有下人，说要单独同我说话。温雨晴赖着不走，他也只是微微皱了下眉。陆爷爷耐着性子同我道：爷爷这把年纪也该抱孙子了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转向温雨晴：你年纪不小，也该考虑婚事了。我替你物色了几户人家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温雨晴下意识脱口而出，看到陆爷爷骤然沉下的脸色，又慌忙垂下眼睫，声音发颤：我的事就不劳爷爷费心了。爷爷又絮絮问了我几句近况，我喉头哽咽，眼眶烫得发疼。就在这时，温雨晴端着水杯上前，声线甜腻：爷爷说了这么久话，嗓子该哑了，快喝点水吧。我瞥见他嘴角一闪而过的鬼笑，猛地伸手去拦：别喝。他瞬间敛了笑意：怎么，难不成你觉得我会在水里下毒？话音未落，他忽然低笑出声：没错，水是有问题，但你能阻止我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他对你彻底死心。他猛地攥住陆爷爷的下颌，将水强行灌进他嘴里。老人剧烈抽搐着倒在地毯上，指节死死抠住我的袖口。门廊处突然传来脚步声，陆子潇推门时脱口而出：遂宁。他的话到嘴边却顿住，转而望向温雨晴：雨晴，医生说你刚洗完胃，怎么救？他目光落向倒地的爷爷，瞳孔骤缩：怎么回事？温雨晴猛地扑进他怀里，颤抖着指向我：是姐姐，她害我不够，还要害爷爷。爷爷待她如亲孙女，她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救护车驶离后，陆子潇掐住我的后颈，将我拖进阴冷的地下室。温竹宁，爷爷的事我会派人彻查，但于景川的事你必须说清楚。我开口时，他捂住我嘴的手在发抖，他声音发哑，红着眼死死盯着我：上一世你们做了10年夫妻，他怎么可能放手？他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笑声满是破碎的绝望：你明明怀了我们的孩子，打掉他是想给于景川生吗？他癫狂的大笑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抓起墙角的木棍对准我：不，我不允许，只要你不能生，他就不会要你。剧痛从下身炸开的瞬间，我的惨叫充斥着整个地下室，木棍粗暴地捅入体内，腥甜的血顺着大腿流下。我可以不要孩子。他蹲下身，手指颤抖着想去碰我流血的伤口，却又猛地攥成拳砸在地上。但你不能给别人生。我蜷缩在血泊里，
捂着小腹，痛苦地在地上打滚。好恨，我真的好恨！我仰头盯着他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陆子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们的感情，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吗？他握着木棍的手狠狠一颤，木屑扎进掌心也没察觉。不爱就是不爱，不需要什么理由。死对头的话，你不该信的。就在这时，温雨晴跌撞着冲进来。子潇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他指尖颤抖地划过屏幕，是医院刚发来的报告。陆子潇转身将温雨晴打横抱起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这里对你和宝宝不好。我惨然一笑，任由血顺着大腿流下，摸出手机拨通于景川的号码，都办妥了。你父母也已经坐上出国的飞机了。他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问我，你当真不后悔？我攥紧手机，深吸一口气道，绝不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忍着疼痛从陆家老宅的暗道爬了出去。这是陆爷爷曾经告诉我的。爬出暗道时，远处的卡车正缓缓驶来，我盯着车灯下自己摇晃的影子，忽然笑出声。陆子潇，上一世我就是出车祸死的，这一世我用同样的方式离开，你也不会再为我殉情了吧？毕竟导致这一切的是你自己。我恶劣地想着，嘴角不由扬起一抹笑。收到销户成功的短信后，我拿着新身份证登上了去国外的轮渡。翌日清晨，陆子潇被助理的电话吵醒。陆总，老宅附近出了一起车祸，尸体的身份法医已经确认是夫人。哐当一声，手机落在地上，陆子潇愣在原地，直到温雨晴把手机捡起来递给他时，他才颤抖着接过。助理的通话已经挂断，一则新闻正好弹了出来：荒郊车祸，死者疑。陆子潇屏住呼吸点开新闻，心中一直暗暗祈祷，不是的，不可能是温穗宁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新闻中密密麻麻的字看得他头脑发昏，他滑在最下面，在看到打了马赛克的照片时，险些站不稳。啊，这不是姐姐常年不舍得摘的红绳吗？温雨晴的话让他心头猛地一颤，那条挂着平安扣的红绳是当年他亲自为温穗宁求来的。旁人都笑他小题大做，发烧感冒都要大动干戈跪99级阶梯，只有他知道温穗宁对他有多重要。原来曾经的他是那么爱温穗宁，那是他追逐两世才娶来的妻子啊！陆子潇压下心间的酸涩，握紧了拳，咬牙切齿道：温穗宁，你害死了爷爷，害死了我们的宝宝，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。温雨晴听到他这番话，皱紧的眉才松了松，勉强挤出一抹笑，轻扯住他的衣袖道：是啊，子潇，我们还有宝宝呢。他背叛了你，和于景川不清不楚，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留恋。他轻轻抚上自己的肚子，一直陪着我和宝宝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就够了。一家三口，陆子潇的大脑混乱，他满脑子都是温穗宁挥之不去的身影，他只想和他有宝宝，只想和他有未来。陆子潇猛地摇了摇头，自己为什么要对一个水性杨花又虚伪恶毒的女人心软？他根本不配。他强撑着起身，公司还有事。温雨晴还想说些什么，他下意识甩开了他的手。你好好在医院休息吧。陆子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老宅的，他一遍又一遍安慰自己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老宅附近连警车都没有，又怎么会出车祸呢？直到他看见地上一滩早已干涸的血迹，他彻底僵住了。陆子潇，你怎么敢出现？是你害死了他！一抹身影冲了出来，一拳挥在了陆子潇的脸上。陆子潇措手不及，后退几步，跌坐在地上，
他看着气喘吁吁的于景川，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他呢？于景川，我问你话呢。穗宁呢？”于景川冷嗤一声：“你也配见到他？穗宁怕是死都不想见到你吧？”他看向远方：“我已经办好了手续，这个时间，穗宁怕是已经火化了。我杀了你！”陆子潇猛地站起来，可现在体力不支的他根本不是于景川的对手。于景川嫌弃地把他踹倒在地，看着他的眼神讽刺极了：“陆子潇，你连见到他的最后一面都不配。”陆子潇回到老宅后，把自己关在了房间。他不敢回和温穗宁曾经的家，那个全是他记忆的地方，对他来说就是凌迟。我以为我做什么你都不会离开我，温穗宁，你欠我一条命，你凭什么走？陆子潇昏昏沉沉睡着后，梦到了这一世刚重生的时候。那时的他庆幸一切都有重来的机会。他去抢婚时，没想到上一世深爱于景川的温穗宁会跟他逃婚。在他知道温穗宁也重生后，只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的礼物。那时他说：“穗宁，这一世我会护你周全，尽我所能给你幸福。”他说：“你是我用性命换回的挚爱，此生我定不负你。”可后来呢？他亲口许下的承诺被自己一一打破，伤害他的人是他，辜负他的人也是他。可他错了吗？陆子潇的思绪回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。那时他准备好礼物，满心欣喜在家中等温穗宁回来。可温穗宁迟迟未归，他出门慌忙寻他时，险些被车撞，是温雨晴救了他。险些被撞得半身不遂，还告诉他姐姐好像被于景川带去酒店了。那个前世处处针对温穗宁和于景川纠缠不清的女人，这一世却完全像变了个人。为了弥补他的愧疚，他起初只是满足温雨晴的小要求，后面却越发放肆，甚至答应陪他过情人节。陆子潇总是认为温穗宁和于景川上一世10年感情，有些说断就能断的。他不确定于景川是否重生，但于景川始终不娶的态度，让他越发坚信重生的人不只是他和温穗宁。温雨晴曾经无意的话，让他心中警铃大响。有些时候，恨可比爱长久。他无辜地冲他眨了眨眼，可恨的前提是有爱呢。后来他试探地问温穗宁：“你恨于景川吗？”他那时并未直视他的眼睛。他害死我的父母，害我死在手术台，我恨他一辈子。可那时的他只听进去了后半句话。他说他会恨他一辈子，他根本就忘不了他。现在的陆子潇却迷茫了。于景川做的那些事，放在任何人身上，怎么能轻易做到不恨？他在老宅这几日，公司的事全都推了，就连温雨晴托助理找他，他也以工作多为由推辞。直到1日，助理打电话告诉他，陆老爷醒了，他才终于找到一丝清明，毫不犹豫冲去了医院。爷爷，陆爷爷看到他，先是迷茫了一瞬，又皱眉疑惑道：“穗宁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”陆子潇下意识握紧双拳：“他毒害了你，怎么有脸？简直是胡闹！害我的人不是穗宁，是他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。”什么？陆子潇踉跄着后退几步：“您说的都是真的？”病床上的陆爷爷狠狠捶了下床沿：“是温雨晴给我强灌了有毒的水。穗宁呢？你奶奶托我从瑞士带的那块表，我还没给她戴上呢。”陆子潇深吸一口气，背在身后的手狠狠掐进掌心，良久才缓缓开口：“穗宁这几天不舒服，在家休养。要是被爷爷知道温穗宁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几乎是踉跄着踏出病房门。
陆子潇脸上最后一抹血色瞬间褪尽，他心中始终有块石头压着，逼得他焦躁不安。监控，他果断给助理打去电话，家里失火那天衣帽间的监控，1个小时内我就要。助理的声音在听筒里发颤，失火的话，数据，我只要结果。说完后，陆子潇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。温雨晴住的医院在城北，他打了数十个电话未接后，再次拨打，冰冷的关机提示音让他额角青筋暴起，陆子潇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。医院的电梯久久不来，他猛地转身撞开安全通道的门，一口气走到了15楼。撞开病房门的瞬间，陆子潇的呼吸瞬间停滞。病床上空空如也，只有消毒水的气味刺鼻。意外的是，温雨晴的主治医生闻声赶来，陆子潇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脚步踉跄着冲过去，语气焦急道：“医生，雨晴呢？”医生扶了扶眼镜，脸上满是疑惑。温女士今早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家属没收到通知。陆子潇的手指骤然收紧，盯着空荡荡的病床，极力压抑着自己躁动的情绪。医生却像想起什么一样，在他离开前叫住了他：“等等。”陆子潇僵在原地，听见对方迟疑着开口：“你认识温穗宁吗？病历上登记的家属关系是姐姐。”陆子潇几乎是咬着牙点头，心中的不安却逐渐放大。他做了堕胎手术，就该好好休息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骗家里人说是胃炎手术，把堕胎当儿戏。陆子潇的声音陡然发颤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医生无奈地长叹口气，他找妹妹托关系，让实习医生开假证明。好巧不巧，那实习生是我带的学生。医院已经通报批评了，做医生就该有医德，而不是为了3、5万做昧良心的事。医生絮絮叨叨的责备声渐远，陆子潇却像被定在原地。不对，那天他拿堕胎报告质问温穗宁时，他绝望的态度不像作假。温雨晴，胃炎手术。走廊的声控灯忽明忽暗，陆子潇盯着自己的影子，突然笑出声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温雨晴搞的鬼，是他拿着伪造的病历单骗温穗宁上手术台，用胃炎手术的谎话害死了他们的孩子，而他又拿真正的堕胎报告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是温雨晴一次次将他彻底从温穗宁的身边推开。就在这时，助理的消息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发来长达5分钟的监控视频，正是那天衣帽间发生的事。温雨晴随手点起的火，句句讽刺温穗宁的话。现在看来不堪入目的演技，穗宁，那个曾为自己流尽眼泪，那个自己曾发誓要捧在手心的人，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？陆子潇是在温家别墅找到温雨晴的，此时的温雨晴还不知道他已经知晓一切。看到他时，笑着扑过来：“我一个人在医院无聊，医生说宝宝很健康，我才出院的。”他指尖蹭过他袖口时，忽然顿住：“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不要生气嘛。”陆子潇阴沉着脸，恨不得立刻就把眼前的女人千刀万剐。“你很开心吧？”温穗宁被他冰冷的语气惊得浑身一颤。“什么？我怀了你的宝宝？我当然开心呀。”陆子潇不说话，看着他的眼神越发厌恶。“子潇。”温雨晴的手刚碰到陆子潇，就被他嫌弃的狠狠甩开。“啊！”温雨晴尖叫的跌坐在地上，双手痛苦地捂住小腹。“陆子潇，你发什么疯？”陆子潇居高临下看着他。“我发疯。”陆子潇笑意未达眼底。“温雨晴，你当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？
他眼底的滔天恨意几乎要将他吞噬，一次次害你的亲姐姐，变着法子想逼死她，你还是和上一世一样恶毒。温雨晴眼泪大颗滚落，频频摇头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陆子潇猛地掐住他的下巴：“你别装了，衣帽间那天的监控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他声嘶力竭道：“是你害死了我的穗宁和孩子，至于你肚子里的孽种。”陆子潇冷笑着开口：“从一开始就不该留。”陆子潇每逼近一步，温雨晴便往后缩一寸，她的后背重重撞在花架上，搪瓷碎片扎进掌心，也浑然不觉。她哭得几乎崩溃：“陆子潇，我肚子里的也是你的孩子啊！”话音未落，温雨晴的喉间骤然一紧，陆子潇骨节分明的手掐住他的脖颈，将他整个人抵在墙上。“你不配！”他看着他涨红的脸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温雨晴，你肚子里的孽种必须死！”温雨晴被陆子潇狠狠甩在地上，他挣扎着撑起身子，撕心裂肺道：“你凭什么只怪我？你难道没有做出伤害温穗宁的事？你凭什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？”他一把抹去脸上的泪痕，笑得肩膀发颤：“放任他留在大火里的是你，害他终身不孕的人也是你。你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”陆子潇的表情僵在脸上，继而扭曲的狞笑出声。他缓缓抬起脚，皮鞋对准温雨晴的小腹，声音温柔的近乎呢喃：“多亏你提醒，我差点忘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狠狠踹了下去，温热的血顺着温雨晴的大腿根流下，瞬间染红了她的长裙。温雨晴再也支撑不住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晕死了过去。轮渡到大洋彼岸时，父母在渡口焦急地寻我，直到看到我时，二人瞬间红了眼，遂知这段日子受苦了，父母苍老了许多。可比起上一世的结局，我心中已是释然。只要活着，就一切都有希望。还要好好感谢小鱼，这孩子当年没白资助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，忽然念叨起于景川，他放不下你，特意过来等你。我和你爸刚到这边，也是他安排的住处。我心头一沉，于景川竟然也来了。我妈试探着问我：“你和陆子潇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我妈明显松了口气：“小鱼这孩子就不错啊，哪有过不去的节？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重新开始，只做我自己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于景川的恩我记着，但没想过那些。”刚到家，于景川已经提着大包小包等在门口，父母热情地拉他进去吃饭，饭后又催我去送他。他欲言又止，遂知我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：“既然我们都重生了，忘掉过去不好吗？我对你是有感谢，但也只是感谢，不代表我会选择原谅。”他攥紧拳，不甘心道：“如果再重生一次，我不由笑了。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？若重生能补全遗憾，这世上早有后悔药了。对我来说，爱情不是必选项。”于景川沉默片刻，最终转身走了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得知我出车祸后，陆爷爷不信我会死，动用所有人脉找到了我的下落。此时的陆子潇在知道我的去处后，匆忙赶回家收拾行李。他起身时撞落的文件夹让他猛地怔住，是写有他文字。他逼迫温穗宁转让别墅的文件，那是他逼迫温穗宁转让别墅的签字文件，而底下压着的竟是几页离婚协议书。陆子潇瞳孔骤缩，不可能！他脑中涌出当初温雨晴签字时的心虚，他想看文件时他的刻意阻拦。陆子潇踉跄后退，喃喃自语：“这不是我签的，不算数。”他失魂落魄找来时，我正准备上车，
四目相对的刹那，我只觉心脏收紧。我早料到陆子潇会寻来，却没想这么快。陆子潇通红着眼，哽咽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别开眼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温雨晴的孩子没了，我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她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了。”他抓着我的手腕，语气带着哀求：“穗枝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我挣开他的手，强压下喉间泛上的酸涩。你一次次伤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我拉开车门，催促着司机快点离开，就让那些不堪的过去和后视镜里逐渐变小的身影彻底消失吧。陆子潇坐在礁石上，烈酒顺着嘴角淌进衣领，两世的记忆让他几乎不能呼吸。穗宁，如果我死了，他声音沙哑，突然浑身一震。这一世重生，不正是因他的死亡而开始？我还有机会。陆子潇眼眶通红，穗宁，我还能重新爱你，赎罪。他猛地把空酒瓶砸向礁石，攥着碎片刺向自己心口。晨光出现时，陆子潇闭上了眼睛，永远沉睡在温穗宁重新与他相爱的虚幻美梦里。他自杀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条。上一世，他抱着我冰冷的身体，一遍遍说着自己藏在内心深处的深情，又为我报仇后殉情。这一世，他亲手将我推入深渊，却在悔恨中用死亡画下句号。过往的爱恨像退潮的礁石，虽留着斑驳痕迹，却会被新的浪花覆盖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一次，我会为自己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